不过还是谢谢你，你的关心我收到了。蓝忘机捂着隐隐笑痛的肚子，咳了一声，故作严肃脸，却又在细瞧魏无羡的脸时，再度没绷住魏婴。你怎么像个小花猫？魏无羡无奈瞥了他一眼，轻哼道：“还不是因为急着找某人。”意识到蓝忘机大抵是迷了路时，他哪里还顾得上先擦把脸？厨房烟火本就大，他一路着急又沁了满头的汗，风一吹，可不就成了只大花猫？那某人是谁？蓝忘机绕至他跟前，冲他眨巴眨巴眼，明知故问：“某人就是某人喽，不如你猜，猜对了有奖。什么奖？鸡腿？什么嘛？那不本来就是我的吗？”你说的也对，所以这不算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猜。两人完全吃上晚饭时，已经月上中天，晚间月色好，魏无羡干脆将桌子搬到了院子中，伴着星辰进食。劳累了一天，两人都饿了，是以除了碗筷偶尔的碰撞声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气氛却不显沉闷。蓝忘机先搁下的碗筷，摸了摸吃撑的肚子，撑着下巴看魏无羡。魏无羡让他看得有片刻的不自在，心头又止不住犯软。吃饱了，要不要再吃点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指着自己鼓起来的肚子让他看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就破了。魏无羡让他说的想笑，偏嘴里还有东西没咽下去，只得摇了摇头不语。吃完之后，两人坐着消了会时，魏无羡催促着蓝忘机去洗漱，他自己则起身去收拾碗筷。洗碗的间隙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，心情颇好的勾了勾唇，很神奇，明明他们才相识不久，相处起来却舒服的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。洗漱完之后，蓝忘机已经困得不行，同魏无羡说了一声，就自顾回了屋。魏无羡全部弄完后，原本已经躺到了床上，又想起来蓝忘机的手还需得换药，他拿了药膏，行至蓝忘机房间门口时，又有些犹豫。蓝忘机这会肯定已经睡了，他半夜进他房间似乎不妥，又担心他手若是不上药，明天会疼，纠结了好半晌，轻轻喊了声蓝湛，等了片刻，没听的回应。他在门口好一阵徘徊，最后还是担心蓝忘机明天手疼和万一他踢被子着凉，他去给他盖盖被子占了上风。他想象中被子踢得乱七八糟的场景并没有出现，蓝忘机睡觉的样子倒是同白日里不同，他睡觉规规矩矩的，双手压着被子放在身体两侧，整个人挺得笔直。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莫名觉得一阵难受，反正要他用这个睡姿睡觉，他是做不到的。给他涂抹药膏时，大抵是药膏刺激，蓝忘机手下意识往回缩，却没有要醒来的迹象。魏无羡涂抹的小心翼翼，生怕弄醒了他。次日一早，蓝忘机醒来时，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又看，小水泡已经消了下去，不碰的话也已经感觉不到疼。他推门出去时，魏无羡已经起了，正蹲在井前洗漱，见着他，扬着笑意同他道了一声早，又问他睡得好不好。蓝忘机应了一声早，踱步至他跟前，在他身侧蹲下身来，才道睡得挺好的，你呢？睡得好不好？魏无羡这会嘴里含了水，说话含含糊糊的，听不分明。蓝忘机猜他大抵是说的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是挺好的，他也睡得挺好的。魏婴，我们挖点这个回去种在院子里吧。简单吃过早餐，魏无羡便带着蓝忘机来了后山。他们所住虽离闹市不远，却也依山傍水。从前魏无羡无事时，就喜欢往山上跑，且只要他愿意，总能满载而归。两人行至山间时，蓝忘机见着一簇簇开的正成的兰花，便不肯走了，仰着脸看魏无羡，指着一簇簇兰花，又重复了一遍：魏婴，我们挖些回去种在院子里吧。魏无羡能说什么？他当然不会说不好。事实上，莫说是兰花，就是一群杂草，只要蓝忘机开口，他都愿意把它们带回去。他将蓝忘机拉起身，拍掉他手上沾染上的泥，很温柔的语气同他商量说：我们先往上走走，回来时再挖一些带回去好不好？蓝忘机不太自在地捏了捏耳垂，稍稍往后退了些。魏无羡拉他起身时，同他离得太近，以至于他说话时的气息直接打在了他脸上。他说话时语气柔和，眼神温柔，嗓音低低的，带着少年人独有的清亮，又带着一丝说不上来的阴雅，总之很好听。魏无羡心口微动，盯着蓝忘机四处乱瞟，
就是不肯落到他身上的目光。反思了片刻，他刚刚好像也没说什么，怎么这人突然就不好意思了起来？耳垂的热度消了下去，蓝忘机偷偷瞥了眼一直盯着他看的人，咳了一声，凶巴巴道：“你不要一直盯着我，不是还要往上走吗？你快点前面带路。”魏无羡笑了笑，突然凑近他，放低了语气在他耳边似问询又似呢喃拦战：“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”蓝忘机嘴一撇，以手抵着他的额头，将他往后推，嘴唇嗫嚅了半晌，点头说：“是有一点点害羞，只有一点点，也没有很多很多。”魏无羡闻言噗的一声笑了出来，且越笑越大声。他想，这世间怎么会有蓝湛这么可爱的人？不好意思的模样很可爱，故作凶巴巴的模样很可爱，就连说话时的语气神态都可爱。几只飞鸟呼啸着从头顶飞过，落了一地清脆的叫唤声。蓝忘机气鼓鼓地盯着笑得停不下来的人，重重哼了一声：“魏婴，你再笑，我就不和你好了。”他自问自己说的话没有什么问题，也不知魏无羡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笑点到底在哪里。魏无羡笑声一顿，暗自掐了掐手心，怕自己笑得太过猖狂，这人真恼了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笑，气鼓鼓地说：“他在笑，就不和他好了的蓝湛也很好笑。”他用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总算止住了笑，一开口却还是泄露出了些许“好好好，我不笑，不笑了，你莫恼。”蓝忘机看着他控制不住一抖一抖的肩膀，白了他一眼：“魏婴，你这人笑点是不是太低了点？”魏无羡故作严肃咳了一声，想了想，认真同他解释说：“不是的，是因为觉得你说的话很好笑，所以我才控制不住的。”蓝忘机闻言脸色微变，将他手上魏无羡没完全拍干净的泥往魏无羡脸上一糊，不太乐意的反驳：“我说的话哪里好笑了？多正经啊！”魏无羡怕自己控制不住又笑出声来，只得生硬的转了话题说：“这山上有很多野物，你喜不喜欢兔子？我去抓2只来给你。”蓝忘基本也不是个纠结的人，魏无羡转了话题，他便也不再揪着不放，我自己也可以抓的。两人继续往山上走，一路上收获颇丰，打了几只野鸡，掏了几窝鸟蛋，捡了半篓野山菌，又摘了许多野果。蓝忘机甚至还挖了些草药，只魏无羡说的兔子倒是还不见影。两人也不急，他们出来的早，也不急着回。蓝忘机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上山挖宝的乐趣，脸上挂了汗，双眸却亮晶晶的，看什么都稀奇。山上很多东西，他从前只在书本上见到过，能说出名姓用途，却是第一次见着实物。最终两人是在一处山坳处发现了兔子的踪迹。魏无羡凭着从前找兔子的经验，很轻易的就找了兔子窝。蓝忘机惊喜地发现，这兔子窝里窝了好几只小兔子。大兔子见着两人，耳朵竖得高高的，身体尽可能地护着怀里的小兔子，